活了大半辈子，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这辈子你让过多少步，忍过多少气，成全过多少人，最后换来了什么？你一辈子和和气气，从来不跟人红脸，宁可自己多受点委屈，也要成全别人。街坊邻居提起你，谁不竖个大拇指夸你一句，真是个老好人。可是你去看，凡是一辈子处处忍让，万事求和，从不跟人红脸的人，大多逃不开两个结局，要么身子垮得早，高血压、心脏病，病痛缠身，要么老了受气，子女不疼，亲戚不把你当回事。很多人想不通，觉得老天爷不公，我与人为善，安分守己，没害过谁，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我告诉你们，不是老天爷不开眼，是你把老祖宗的善理解偏了，把无底线的忍让当成了善良，把怕得罪人的懦弱当成了大度。你以为自己在积德，其实是在耗自己的命，漏自己的福。所以咱们人到晚年以后，你要想晚年过得太平舒坦，第一步绝不是去外面跟别人斗，而是要对自己狠。狠什么？就是要狠下心来，把你骨子里那个讨好别人，怕得罪人的劣根性连根拔起。你们要晓得，孔老夫子是个多温和多讲究礼仪的人啊，但他老人家最看不起骂得最狠的就是这种老好人。孔老夫子管这种人叫什么？叫乡愿。论语里讲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起来四平八稳，谁都不得罪，表面上是个大好人，其实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把真正的道德风骨全都给败坏了。你自己摸摸心口说，你那是善良吗？你那是怕别人不高兴，怕别人说你坏话，怕破坏了表面的和气。为了这点虚假的情面，你把所有的委屈、不满、不情愿全咽进自己的肚子里，你以为咽下去就没事了吗？在咱们命理学上，这叫什么？这就叫失衡。一个人的命盘，一个人的精气神，就跟一杆天平一样，你在这边总是一退再退，别人在那边就一定会得寸进尺，天平早就歪得不成样子了。你心里明明100个不乐意，嘴上却强撑着说没关系，我来办吧。这就叫心口不一。心口一不一，别人不知道，你的五脏六腑能不知道吗？中医讲肝气郁结你表面上和气，心里的火气发不出来，全憋在肝脏里，憋在脾胃里，化成了结节，化成了病痛。日子久了，你这副肉身能不垮吗？很多中老年人的病根本不是累出来的，全都是委屈自己憋出来的。再往深了说，你越是这样没有底线，天地间运行的那个气场就越觉得你是个软柿子。风水最大的风水是你自身的气场，你身上没有阳刚之气护体，就像一个房子，连大门都没有，谁路过都能进来，把泥巴踩在你家地板上，谁有情绪垃圾都能往你屋里倒。你没有牙齿吗？你的善良要是长不出牙齿，那就不叫善良，那叫懦弱。懦弱的磁场招来的全都是恶心灾煞。你们回过头去看看，生活里是不是这个理儿在家里头那个最懂事，最不挑剔，干活最多的孩子往往最不受父母重视，在单位里那个活干得最重，最不争名夺利的老实人，最后涨工资提拔永远没他的份。到了亲戚圈子里更是如此，你越好说话，谁家有红白喜事，谁家要借钱出力，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你。为什么？因为用你成本最低别人不用顾忌你的感受，反正你也不会拒绝。这就是人性里最幽暗的地方，
欺软怕硬，减软柿子捏。佛法讲得很清楚，凡事不能走极端，物极必反。你太过温和了，过度了，那就变成恶了。你可能觉得奇怪，我怎么就成恶人了？因为你纵容了别人的自私啊，你没有界限的退让，就是在喂养别人，贪得无厌。你以为你是在做善事，其实你是在造恶业，因为你让别人习惯了索取，习惯了不劳而获。这就是中华文化里常讲的斗米恩，升米仇。等到哪一天你真的年纪大了，你帮不动了，或者你自己病倒在床上了，你看看身边有几个人会真心实意的来床前伺候你，心疼你。那些习惯了吸你血的人，不仅不会感激你，过去的付出反而会跳脚指责你。哎呀，他以前不是挺大方的吗？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这么娇气了？听听看，这叫人话吗？但这恰恰就是你一次次退让，一手惯出来的因果。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委曲求全，老祖宗讲的慈悲，那是带了金刚怒目的。你连自己都护不住，你连自己心里的这杆秤都端不平，你连自己的肉身都养护不好，你拿什么去慈悲别人？你这不是泥菩萨过江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人生到了下半场，这第一刀必须狠狠地砍在自己身上，把那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烂好人外壳一刀给他劈得粉碎，把那个习惯性讨好别人的劣根性连根拔起。不要怕别人说你变了，不要怕别人说你脾气古怪了，你这不叫冷漠，你这叫清醒。等你哪天把自己的界限立起来了，把自己的气场守住了，你再看看周围的妖魔鬼怪，自然就退散了，好运气自然就拢聚过来了。那么既然咱们拔掉了心里这个不敢得罪人的病根，落实到日常的人情世故里，咱们具体该怎么亮出自己的牙齿？碰到亲戚朋友提出非分要求，这第一步到底该怎么挡出去？我告诉你们，就一个字，不。你千万别觉得这个字烫嘴，也别觉得说句不字就是造了什么口业。佛法讲得很清楚，真正的慈悲叫做悲字双运。悲是你心里有那份同情，有那份善念；智是你脑子里得有智慧，有分寸。光有善心没有智慧，那是愚痴。你的善良如果没有长出利齿，最后不但护不住自己，反而会把别人喂成白眼狼。我给你们讲个实实在在的事，你们听完仔细掂量掂量，看是不是这个老李今年快70了，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前几年咬紧牙关拿大半辈子的积蓄，在南方一个风景挺好的小城买了一套60多平的养老房。本来两口子想着冬天过去避避寒，安安稳稳的过个晚年。结果呢，这第一年冬天刚过去，远房的一个表侄子打来电话了，表叔啊，听说你那边暖和，风景又好，下星期我带2个孩子过去看看您老人家。老李这个人一辈子最看重什么？面子。他一听亲戚要来，心里虽然嫌闹腾，但嘴上立马就应承下来。来，家里有地方。这表侄子一家4口，一进门，老李2口子主动把宽敞的主卧让出来，自己老2口蜷缩在客厅那张折叠沙发上。接下来这1个星期，老李的媳妇一天3顿围着灶台转，油烟熏得直咳嗽。老李呢，白天当免费司机，当导游，跑前跑后买门票，排长队。这表侄子一家吃饱了睡醒了，晚走的时候拍拍屁股，
连个菜钱都没提一句。老李当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心里安慰自己，算了算了，亲戚嘛，就当结个善缘。可是诸位啊，这世上的事有了第一次，就必定有第二次。第二年冬天，消息在老家传开了，好家伙，远房的亲戚10几年不走动的老同学，全打着探望老李的旗号来了。老李这套养老房彻底变成了免费的招待所。有一天晚上，客厅里几位老同学正喝着茶，嗑着瓜子，高谈阔论。老李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一手捂着胸口，一手哆哆嗦嗦的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他冷汗直冒，心慌得厉害。可是听着外面的笑声，他硬是洗了把冷水脸，挤出个笑脸，又走出去给人添茶倒水。到了第3年，老李的身体实在扛不住了。这时候老家一个堂弟又打电话来，说要带全家来过年。老李这回拿着电话，手都在抖，憋了半天，终于狠下心，结结巴巴地说：兄弟啊，实在对不住，我最近心脏不好，大夫让静养，今年就不方便接待你们了。说完赶紧挂了电话。老李当时长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老李打开手机，点进家族群一看，血液轰地一下就直冲脑门。那个堂弟在群里发了一长串语音，阴阳怪气地说：哎呦，现在有的人啊，搬进海景房了，就忘了祖宗了，连自家人想去住几天都推三阻四的，真是越有钱越自私，看不起咱们这些穷亲戚喽。群里几十号人静悄悄的，没一个出来帮老李说句话。老李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冷冰冰的字，气得眼前一黑，胸口一阵剧痛，直接摔在了地上。当天就进了医院急诊室。你想想看，老李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的时候，心里得有多屈得慌。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倒贴了那么多钱和命，最后怎么就换来一句自私呢？诸位，你们要晓得老李错在哪儿了？难道是错在最后那次拒绝吗？根本不是，他错就错在一开始他就不敢开口说那个不字。我常常讲，你们心里那个抹不开面子，就是你们生命里最大的业障。人性里头有3个最要命的本能，觉得方便变成习惯，最后当成理所当然。你帮他1次，他觉得你这人不错，你帮他10次，他就觉得这是你应该干的。等你第11次实在帮不动了，你在他眼里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就叫什么？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看透了，这叫斗米恩，生米仇。你以为你不拒绝是给别人留面子，是顾全大局。我告诉你们，从因果上看，你这是在造孽。为什么这么说？你静下心来琢磨琢磨，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有个界限，别人向你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是他在起贪念，他想占你的便宜，想剥削你的劳动，这是他身上的恶业在萌芽。这时候你如果是真正的慈悲，你应该一刀切断他的妄想，告诉他不行，我不方便。你这一拒绝，他就收敛了，他这不合理的要求就落空了，你就等于帮他斩断了一次造恶业的机会。可是你倒好，你退让了，你成全他了，你拿自己的血汗，自己的寿命去填补他的贪欲，结果呢，他越占便宜越觉得爽，贪念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横，等到最后他的贪欲膨胀到你再也满足不了的时候，他反咬你一口。你以为你在行善，错，你是他贪念的帮凶，你替他背了因果，替他担了业障，所以最后受气的是你，
生病的是你，倒霉的也是你。你不仅累垮了自己，还把别人变成了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这种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一种愚昧。所以咱们人到晚年，这第二种必须要有的狠态度，就是敢于利索地拒绝别人。你不要去解释那么多，哎呀，我其实想帮你，但是我最近怎么样，不需要解释，就是掩饰，解释就是你心里虚。真正有底气的人拒绝起来都是干脆利落的，对不起，这事我帮不了，这个忙我没法接，你找别人吧，就这么简单。你怕得罪人，我告诉你，真正因为你一句拒绝就跟你翻脸的人根本就不配留在你的生命里，早点翻脸，早点清净。你把他得罪了，你的命就保住了，你的福报就漏不掉了。这就叫菩萨低眉。也要有金刚怒目，你不亮出金刚怒目的一面，谁都能踩在你头上拉屎拉尿。可是咱们话说回来，有些亲戚朋友你还能靠一句不字挡回去，但生活里还有一种极其可怕的人。这种人他不一定是图你的钱，也不一定是占你的力气，但他就是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皮赖脸，胡搅蛮缠。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讲逻辑，他跟你撒泼打滚。遇到这种连理都不跟你讲的烂人，你这句不字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时候咱们又该拿出一副什么样的心肠来应对呢？面对这种胡搅蛮缠、死皮赖脸的人，我告诉你们，最顶级的应对方法就是闭上你的嘴，收回你的理，绝不跟他讲一句道理。你想想看，人到了晚年，最容易让你气得浑身发抖，半夜睡不着觉的，往往不是什么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而是那些根本听不进人话的烂人。你跟他讲事实，他跟你扯态度；你跟他讲逻辑，他跟你撒泼打滚。你越是想心平气和的把事情掰扯清楚，他越是像疯狗一样咬着你不放。你气得血压狂飙，心脏狂跳，人家反而跟没事人一样，甚至还因为挑起了你的怒火而沾沾自喜。为什么会这样？老祖宗在易经里头早就把这个天地间的气机给摸透了。老祖宗讲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之分，那种蛮不讲理，浑身带着负能量，专门喜欢挑事的人，在卦象上看就是极其浑浊的阴卦。阴卦是什么特性？就是晦暗、纠缠，越搅越乱。而你呢？你讲道理，讲规矩，讲是非对错，这叫阳气，叫光明正大。可是当光明正大的阳气一头撞进那团浑浊不堪的阴气里，会发生什么？我常常讲，阴阳不交，则万物不生；阴阳若冲，则气机必乱。你跟烂人讲道理，就好比把一块上好的白玉扔进臭水沟里去洗，你洗不干净泥沟，只会把自己的白玉染上一身臭气。你越讲他越馋，你越想挣脱那个浑浊的阴气，就把你的元气吸得越狠。这就叫降维打击，拉低你的层次。咱们不讲空话，我给你们讲讲历史上真正的高手是怎么对付这种烂人的。你们听完好好体会一下。这里头的风水气机，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带着蜀军六出祁山，把魏国的大都督司马懿堵在了营寨里。诸葛亮粮草有限，急着要速战速决，可司马懿是只老狐狸他算准了诸葛亮的命门，就是坚守不出，我耗死你。这下诸葛亮急了，怎么才能把司马懿激出来打仗呢？诸葛亮用了一招极狠极侮辱人的毒计，他派了个使者
大张旗鼓地挑着一个精美的漆盒送到了魏军的大营。司马懿当着满营高级将领的面，笑呵呵地让人把盒子打开，结果盖子一掀开，全藏死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什么国礼，而是一套花花绿绿的女人衣服。使者还在旁边扯着嗓子大喊：丞相说了，大都督要是还有点男人的血性，就出来决一死战，要是缩头乌龟不敢打，那就乖乖把这身女人的衣服穿上。诸位，你想想那个画面，底下的那些魏国将军们气得眼睛都红了，唰的一下，几十把钢刀全拔出来了，咬牙切齿的就要把这使者剁成肉泥，叫喊着马上冲出去跟蜀军拼命。在那个年代，让一个统帅三军的大将军穿女人衣服，那是把祖宗18代的脸都扔在地上踩啊。可你看看司马懿是怎么干的，他坐在大帐正中，一点火都没发，不仅没发火，他还笑眯眯地站了起来。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慢慢悠悠地拿起那件女人的衣服，往自己那个干瘪的老身板上比划套弄。穿好了以后，他转过身，还整理了一下袖口，和颜悦色地问那个吓得冷汗直冒的使者：你看我穿这身衣裳还合身不？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补了一句：回去替我谢谢孔明先生。对了，孔明先生最近胃口怎么样？晚上睡得安稳吗？使者彻底懵了，只能如实回答说：丞相每天起早贪黑，吃的还很少。司马懿听完点点头，笑而不语，直接让人把使者号声送走了。消息传回蜀营，诸葛亮听完使者的汇报，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司马懿这种连奇耻大辱都能吞下去，绝对不动气的人，自己是打不赢的。最后呢，诸葛亮活活把自己耗死在了五丈原，司马懿熬死了所有对手。你们仔细品品司马懿的这份狠，这不是懦弱，这是顶级的智慧。面对诸葛亮这种毫无道理、极度羞辱的挑衅，司马懿如果跟底下将领一样拍桌子骂娘，非要出去比个高低，讲个道理，那正好就掉进了对方设好的阴瓜陷阱里，魏军必败无疑，他自己的命也就交代了。司马懿的狠在什么地方？狠在他绝不接招。你骂你的，你羞辱你的，我根本不顺着你的气机走，这就叫他强有他强，清风拂山岗。所以老朋友们啊，咱们把这个大智慧放到今天的生活里来。你在菜市场买菜，有人非要插队，你刚说他一句，他反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骂得唾沫星子乱飞。你在小区里遛弯，遇到个蛮不讲理的邻居，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误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撒泼耍混，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气冲冲的上去跟他对骂，还是满脸通红的跟他讲法律、讲公德？我告诉你们，千万别讲，你跟他讲规矩，就像对牛弹琴，对墙说话。这种人他根本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他就是来找人发泄情绪的，他就是个行走的垃圾车。你一动气，你的血压就上来了，你的心脏就受不了了。你晚上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白天对骂的画面，气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结果呢，人家那个烂人回家该吃吃，该睡睡，一点事没有。你拿自己的命去替别人的浑浊买单，天下还有比这更亏本的买卖吗？遇到了这种烂人，最狠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沉默，是用看猴子耍戏一样的眼神看着他，绝不接话，绝不争辩，转身就走。你们要晓得，沉默是面对无理取闹最大的蔑视。天地间的气机是守恒的，
它向你发射出这种恶毒的攻击性的阴气。如果你去还嘴去争辩，就等于你在接收这股气，这股恶气就在你们两个之间流转起来了，你就被它拖下水了。可是如果你像司马懿一样心如止水，根本不理睬，就像一堵没有缝隙的墙，它打出来的这股恶气找不到接收端，最后会怎么样？这股力量一定会原封不动地反弹回去，狠狠地砸在他自己身上。他的业力由他自己去背，他的因果由他自己去了结。你只要做到不接招，他那个挑衅的火苗没有了，你给他提供养分，瞬间就会熄灭，他自己反而会觉得憋屈，觉得无趣。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护体神功。人到晚年精力有限，咱们的精气神是无价之宝，得用来养活自己的五脏六腑，得用来照顾自己的老伴和子孙。你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去给一个路边的疯子普及道德规范？对不同的人就要用不同的态度，对错的人讲道理，就是你自己不懂道理。只要你认清了这一点，以后再遇到这种死不讲理的烂人，你就在心里默念一句话：我不陪你玩，把你的注意力直接撤回，该买菜买菜，该散步散步。当你真正做到不气不争不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怯弱，你那是修到了顶级的强大。可是咱们防住了外面的烂人，防住了明枪易躲的挑衅。生活里还有一关是最难过的，你们仔细想想，到了晚年，真正在生活里把你折磨的长吁短叹，把你的精气神一点点抽干的，往往不是大街上那些无理取闹的陌生人，是谁呢？恰恰是你们身边那些认识了几十年，隔三差五就要打个照面，甚至逢年过节还要坐在一起吃饭的老熟人或者老朋友。这种人他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他甚至嘴上还挂着我这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但是他就像一把不见血的软刀子，也像一根插在你身上的吸管，天天都在吸你的阳气。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听看，自己身边有没有这种人。老赵和老孙那是30多年的老同事，老相识了，两家住的也不远。退休以后，老赵这人性格开朗，喜欢养花种草，日子过得挺顺心。有一年夏天，老赵的孙子争气，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老赵高兴啊，走在小区里腰杆子都挺得溜直。那天下午，老赵特意把自己珍藏的好茶叶拿出来泡了一壶，叫老孙到楼下凉亭里来喝茶，顺便分享一下这份喜悦。老孙刚拉着拖鞋来了，端起茶杯吹了吹茶叶，耷拉着眼皮听老赵把喜讯说完。你们猜老孙说什么？老孙把茶杯重重往石桌上一放，撇了撇嘴，拉长了声调说：老赵啊，不是我扫你的兴，现在这大学生满大街都是，跟白菜一样不值钱，名牌大学毕业出来送外卖的多的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到时候找不到工作，还不得回你这啃老，你这养老本悬喽。老赵当时脸上的笑容唰的一下就僵住了，本来满心欢喜，被这一桶冷水浇下来，老赵觉得胃里像吞了只绿头苍蝇一样，一阵阵往上翻酸水，心里堵得连气都喘不匀了。这杯好茶喝在嘴里全成了苦汤子。又过了大半年，老赵的儿子看老父亲腿脚不利索，掏钱给老赵买了一辆挺高档的老年代步车。老赵乐坏了，开着新车在小区里转悠，正巧碰上老孙。老孙围着车转了一圈，
用脚尖踢了踢轮胎，皱着眉头连连叹气：哎呦，老赵，你怎么敢开这种车啊？你这老胳膊老腿的，反应迟钝了，万一刹车失灵怎么办？上个月隔壁小区那个老李也是开这种车，在路口被撞飞了，现在还瘫在床上插管子呢。你儿子这不是拿你的老命开玩笑吗？老赵听完，后脊梁骨嗖得直冒冷汗，握着方向盘的手都不自觉地发起抖来。从那以后，老赵只要一碰那辆车，心里就打鼓，眼前总浮现出车祸的惨状，好端端的新车，最后落了一层灰，再也没敢开出门。诸位啊，你们发现没有，在那几年里，只要老赵家里有点什么好事，只要老赵心情好一点，老孙总有办法从各种刁钻的角度给他泼上一大盆冰水。时间长了，老赵整个人都变了，他开始失眠，半夜经常心慌惊醒，白天总是唉声叹气，觉得浑身没劲。更可怕的是，他家里的运势好像也跟着走下坡路，今天水管爆了，明天老伴摔跤了，家里总透着一股子散不去的晦气。老赵实在憋屈，想跟老孙翻脸吧，又觉得人家好像没骂自己，都是在关心自己。一翻脸，别人反而要戳脊梁骨，说他老赵心眼小，不听劝。你们要晓得，老孙这种人在咱们命理学和风水学上叫什么？这叫破运星，也叫能量吸血鬼。易经里讲得透透彻彻，万事万物都有磁场。老孙这种人，他自己的内心里充满了嫉妒，充满了对生活的不满，他那个身体里的气场全是灰暗的，阴寒的衰气。当他看到你身上阳气旺盛，看到你家里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心里那个阴暗面就会被刺痛。他本能的要干什么？他本能的要用恶毒的话，用丧气的话把你的阳气给拽下来，把你拉到跟他一样的泥潭里，他心里才会觉得平衡。这根本不是什么好心提醒，这就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气场剥夺。我告诉你们，上了年纪以后，你们的寿命、你们的健康、你们的晚年运势全靠什么撑着？全靠你们身体里那点欢喜心，全靠你们心头那盏长明灯在撑着，那盏灯里装的油就是你们的精气神。中医常讲喜则气和自达，你心情好，你高兴，你的气血就是通畅的，百病不生。可是你看看老孙这种人，今天给你制造点恐慌，明天给你泼点冷水，这是在干什么？这就是在天天拿嘴吹你心头的那盏长明灯。你的火苗本来烧得挺旺，被他今天吹一下，明天抽一巴掌，慢慢地灯油耗干了，火苗微弱了，你本人的气运也就跟着衰败了。老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面还有一句更狠的，叫近福者旺，近灾者衰。你天天跟这种满身灾气、满嘴晦气的人搅和在一起，你的好运全被他给冲散了。你以为你是在包容老朋友，其实你是在拿自己晚年的寿命和福报去填他那个永远填不满的阴暗窟窿。所以这人到了晚年啊，这第四种必须要有的狠态度是什么？就是冷酷无情的斩断一切消耗你的人，不管他跟你是30年的老同学，还是平时总爱串门的远房亲戚，只要你跟他聊完天，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只要你一靠近他，就觉得压抑、焦虑、头皮发麻。我告诉你，不用怀疑，立刻拉开距离。你不要去想着改变他，也不要去跟他理论说你以后能不能别总说上气话，没用的。他骨子里的那个阴寒气机
已经定型了，你教化不了他，你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断。怎么断？不接他的电话，不回他的消息，在小区里远远看见他，直接拐弯绕道走，他要死皮赖脸找上门来，你就冷着脸告诉他，我身体不舒服，要歇着了，你回吧。哪怕他到处去说你这人架子大，说你这人不念旧情，你也别去反驳，随他说去。你记住，晚年的面子一文不值，你内心的平静，那才是千金不换的无价之宝。你不狠下心来把这些杂草从你的交际圈里连根拔除，他们就会把你的风水彻底破坏掉。护住了你的清净心，就是护住了你的寿命，护住了你子孙后代的家运。那么既然看透了人性的消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经常在心里犯嘀咕，甚至跑来问我，要是照您这么说，把这些看着不顺眼处着不舒服的亲戚朋友全得罪光了，全给断了，那我这晚年的多孤单啊！逢年过节家里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这种想法大错特错。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以为的热闹，那是真热闹吗？你坐在那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上，听着别人吹嘘儿子多能干，媳妇多孝顺，你心里头不仅没觉得热闹，反而觉得更加失落，更加憋屈。你越是害怕孤单，越去迎合那些虚情假意的圈子，你的晚年就越是凄凉。咱们人到了晚年，这第5种必须拿出来的狠态度，就是敢于精简圈子，一刀两断，把那些错的缘分、没用的社交斩得干干净净，不要觉得可惜，也不要觉得舍不得。你们要晓得，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把这种人际交往的玄机给看透了。我给诸位讲个真真切切的历史故事。战国时期有个奇人叫庄子，有一天庄子正光着脚丫子，穿着打满补丁的破粗布衣裳，坐在河边钓鱼，阳光暖洋洋地照着，他闭着眼睛，那叫一个悠哉悠哉。就在这时候，身后的大路上赶来2辆极其豪华的马车，车停下，走下来2位穿着绫罗绸缎，腰里挂着玉佩的楚国大夫。这2位大夫满头大汗的跑到庄子跟前，深深的鞠了一躬，双手捧着国书，大声说：先生，我们楚王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意派我们带着重金厚礼，想请先生出山，把楚国宰相的大印交给您，请先生务务赏脸。你想想看，宰相啊，那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厚禄，换了咱们普通人，哪怕是7老8十了，听到这种天大的好事，是不是也得激动得浑身发抖，赶紧磕头谢恩？可是庄子呢，他连头都没回，他手里依然稳稳地拿着钓鱼竿，眼睛死死盯着水面上的浮标，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过了半天，庄子慢悠悠地开了口：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他的骨架当成宝贝，用最名贵的绸缎包着，供奉在富丽堂皇的庙堂之上。我问问你们俩，这只乌龟，它是愿意死了之后留下骨头受人尊崇，被人供在香案上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里摇着尾巴自由自在的打滚呢？2个楚国大夫面面相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当然是愿意活着在泥地里摇尾巴了。庄子轻轻抖了一下鱼竿，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们走吧，我也要在这泥水里摇我的尾巴了。这句话一出来，就像刀子一样锋利，
两位大夫满脸通红，灰溜溜地爬上马车走了。你们仔细品品，庄子这份斩断尘缘的很，楚王送来的那个圈子好不好？太好了，金银财宝、名声地位全都有。可是庄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圈子里充满了尔虞我诈，充满了勾心斗角。你一旦踏进去，你的清净心就毁了，你的寿命精气就要被那般争权夺利的人给活活耗干。与其像个死乌龟一样被供在台子上让人观赏，不如干干净净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活个自在。咱们把庄子的智慧拉回到咱们现实的日子里来看看。你现在老了，当然不用去当什么宰相，可是你看看，你每天都在瞎忙些什么社交，你是不是天天在发愁？今天张家娶媳妇，明天李家孙子满月，明明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场面关系，为了顾全面子，你硬着头皮也得去随个份子钱。又或者是为了维持一个人脉广、朋友多的空壳子，大热天大冷天的非得跑去参加那些无聊的饭局，坐在那儿听人吹牛皮，其实根本没几句真心话。你为了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圈子里混个合群，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你老了变成个孤家寡人，你把大把的退休金搭进去了，把用来养生的精神头全给耗尽了。你累不累啊？你这不是在找热闹，你这是自己打了个死结，把绳子乖乖交到别人手里牵着走。你在这些虚情假意的圈子里，就像那只死在庙堂上的乌龟，外表看着挺体面，好像走到哪都有人打招呼，其实你心里的清净自在早就被勒死了。除了人家办事的时候你能去垫个份子钱，凑个人头，根本没人真心在乎你的死活。佛法讲得很清楚，人生所有的烦恼皆因向外攀求。你总觉得没有朋友就会孤单，那是你的心没有安顿好，你把你的喜怒哀乐全都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上，这怎么能行呢？到了这个年纪，你最该讨好的、最该拉拢的圈子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自己，还有你身边那个真心待你的老伴，以及孝顺体贴的儿女，其他的全是虚妄。老话讲得好，穷则变，变则通。这个穷不是说你没钱了，而是说你在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已经被耗到了尽头，已经走投无路，身心疲惫了。既然走到了尽头，那就必须得变。怎么变？就是挥起这把慧剑，把那些缠在身上的烂藤蔓通通砍断。别怕得罪人，别怕人家说你清高，他不给你发退休金，也不负责给你看病买药，你凭什么要看他的脸色？我告诉你们，真正有福气的老人，他的交际圈子都是极度干净的，一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家里总有外人来。胡吃海喝的老人往往身体最容易出大毛病，因为他的气场太杂乱了。你真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圈子精简掉了，头半个月你可能觉得轻了，可不出3个月，你就会发现，哎呀，血压平稳了，睡眠踏实了，心口也不堵得慌了，整个人神清气爽。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些污浊的气机来干扰你了，你的能量全收回来了，你的屋子里充满了清净的吉祥之气。这种干净的圈子招来的全都是好风水。咱们前面讲了5种狠态度，拔了烂好人的病根，学会了拒绝，懂得了对烂人沉默，也斩断了消耗和没用的社交。理论咱们都通透了，可是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私底下跟我倒苦水，说理我都懂，可是真到了节骨眼上
亲戚的电话打过来了，人家笑呵呵的求上门了，我这心里头咯噔一下，手心直冒冷汗。这句拒绝的话，它就是卡在嗓子眼里，死活吐不出来啊！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你看透了，但你做不到。今天咱们就不讲虚的了，我手把手教你们几个实实在在的真招。遇到那些得寸进尺的道德绑架，遇到那些吸你能量的烂事，咱们到底该怎么开口，怎么划出这条界限？我告诉你们，最管用的一招叫做太极推手。什么意思呢？就是绝不跟对方硬顶，绝不跟人家去辩论是非对错，而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用你的弱去化解他的贪。你们要晓得，人性都有个特点，你越是显得能干，大度不好惹，别人稍微试探一下，发现你好说话，就越想使唤你。所以第一句保命的挡箭牌，你一定要背熟了。当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想来家里长住蹭吃蹭喝，当左邻右舍又想把一些破事脏活推给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解释你有多忙，你只要叹口气，满脸愁容地告诉他，哎呀，实在是对不住，我这半年身体大不如前了，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前2天心脏也突突直跳，大夫给我下了死命令，天天的卧床静养，孩子们也是天天盯着我，不让我操一点心。你这个忙，我这把老骨头现在是真有心无力了，你赶紧找别人去吧，别耽误了你的正事。你看这句话一出来，软不软？非常软，可是它是一堵铁墙啊！你把大夫和儿女搬出来当挡箭牌，同时把自己的身体说得极其虚弱，他要是再死皮赖脸的强求，那就是他不通人情，那就是他在害你。只要他还要点脸皮，他立马就得退回去。如果遇到那种极度不要脸的开始对你进行道德绑架了，在背后甚至当面阴阳怪气的说你，哟，现在条件好了，架子大了，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真是越老越自私了。听到这种话你怎么办？你是气得浑身发抖，跑去跟他理论吗？千万别去理论。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越理论，你越掉价，你的气场就乱了。这时候你要用第二句挡箭牌。你说的对，我确实是老了，没用了，帮不上大家的忙了，我现在只能自私一点，先保住自己这条老命，不给儿女添乱了。诸位啊，这就叫顺水推舟。你顺着他的话，承认自己没用，承认自己自私，你这一承认，他那一通火气直接打在了棉花上，一点着力点都没有，他立马就憋住了，再也找不出词来攻击你，因为你连面子都彻底不要了，他还能拿什么来要挟你？当你彻底放下那个好人的包袱，当你不再渴望别人夸你一句大度的时候，你就真正无敌了。那么对付那些总爱找你倒情绪垃圾，天天抱怨社会，抱怨家庭的负能量熟人，咱们又该怎么挡？更简单，只要他一开头喋喋不休的倒苦水，你立刻打断他，老伙计啊，我最近心脏时不时的就早搏，大夫说千万不能听心烦的事，一听就心慌喘不上气。你要是聊点开心的事，咱们就接着说，你要是说这些烦心事，我这心脏真受不了，我得赶紧去吃2粒速效救心丸躺会儿了。说完直接挂断电话，或者转身就走。几次下来，他那个浑浊的阴气传递不到你身上，他知道在你这里讨不到情绪的养分，以后自然就不来烦你了。当你们真正把这些招数用熟了，
把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全都死死挡在门外之后，你会发现你突然多出了大把的空闲时间，整个人也变得清净了。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你怎么把半辈子漏掉的精气神给养回来？你怎么通过划清自己的界限去转变你们整个家庭的家运？很多老人家不懂啊，觉得老了只要不向儿女要钱，不生大病就是在帮儿女了。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家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家里的老人身上长出来的。中华文化里有句老话，家有一老话，如有一宝。这个宝说的绝对不是你天天像个免费老妈子一样，累得满身是病去给儿女当牛做马。这个宝说的是你身上护着的那股祥和之气。你想想看，你以前当烂好人，在外头受了亲戚朋友的委屈，憋了一肚子无名火不敢发，你回到家里，看着老伴，看着下班回来的儿女，你那个脸色能好看吗？你肯定得找茬。哎呀，这地怎么没扫干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花钱这么大手大脚，你在外头当老好人，回到家里却成了一团火药，把你受的那个委屈全变成了阴暗浑浊的气机，发泄到了最亲的人身上。家里的风水就这么被你给败坏了。儿女在外面打拼本来就累，回到家还要承受你的负能量，他们能顺心吗？他们的运势能好吗？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先修心，修心先安神。当你把外头那些烂人烂事全都砍断了，你不用再去讨好谁了，你这颗心就彻底安定下来了。你每天早上起来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养养花草，到了晚上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再去操心别人家结不结婚，买不买房，你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收回到你自己的呼吸上，收回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这在老祖宗的学问里叫收视反听。你把向外漏出去的精气神全聚拢回自己身上了，日子久了，你的面相就变了，你脸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逢人总是笑呵呵的。这就是最顶级的风水啊！等你的儿女下班推开家门，看到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精气神十足，乐呵呵地坐在沙发上喝茶看电视，家里干干净净安安稳稳的。你想想，孩子们在外头受的那点职场压力，那点焦虑，是不是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们心里头踏实，他们知道我的家还在，我的大后方稳如泰山。这就是你们对儿女最大的庇佑。你护住了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自己的清净心，就是在给这个家镇宅气。你散发出来的那种祥和宁静的能量场，无形中就会保佑着你的子孙后代，让他们出门遇贵人，做事顺风顺水。这才是真正的积福积德，这才是最高明最彻底的转家运。所以千万记住，学会拒绝，学会划清界限，这绝对不是无情，这是对你自己生命的尊重，更是对你整个家族风水的保护。好了，咱们今天坐在一块儿聊了这大半天，话赶话说了这么多，我这心里头啊，还是怕你们一转身出了这个门，遇到点事儿，又把那个老本行给捡起来了，又拉不下那张脸了。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傻事，人到了晚年打死都不能再干了。第一件傻事，就是为了那点虚头巴脑的面子，硬撑着委屈自己。你们要晓得，你咽下去的根本不是委屈，你那是深深撕开了自己福报的口子，让你命里的精气神顺着窟窿往外漏啊！第二件傻事，就是把你那个
没有底线的退让当成了善良，你让了一辈子，忍了一辈子，最后呢，不仅没换来尊重，反而养出了一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从今天起，你得学会把那个不字干脆利落地抛出去，斩断别人想占便宜的贪念狼，不替别人背因果，这才是带了金刚怒目的真慈悲。第三件傻事就是非要跟那些浑浊不堪的烂人去讲道理。遇到那种死不讲理、胡搅蛮缠的人，你一动气一开口，你的风水立刻就破了。你得把它当成一堵墙，一团空气，闭紧你的嘴，转身就走，让他那一身阴寒的恶业原封不动地反弹回他自己身上去。第四件傻事就是去给别人当免费的情绪垃圾桶，身边那些见不得你好，天天倒苦水，散播焦虑的老熟人，那是趴在你身上抽你长明灯灯油的吸血鬼啊！你哪有那么多寿命去填他的坑？赶紧躲远点，这叫断恶缘。第五件傻事就是害怕老了孤单，硬往那些乱七八糟的圈子里凑。老了，什么老同学聚会，什么乱嚼舌根的熟人圈，彻底给他砍干净，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守住你这1亩3分地，这就是给你们家镇宅护院的最高级风水。诸位，咱们人到了这把年纪，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家宅安宁，子孙平安。可是怎么才能护住这份福气呢？其实啊，你顺手去做一件小事，就能立刻为自己和家里人积下无量的福报。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的学问里最讲究一件积大德的事，叫做法布施。什么叫法布施？不是非得让你跑去庙里捐钱印经书，而是你今天听明白了这番道理，你心里的那个疙瘩解开了，你悟透了晚年该怎么活。可是你抬头看看你的周围，你那些老战友、老闺蜜，你那些同样在晚年里挣扎的亲戚朋友，有多少人还死死陷在烂好人的泥潭里出不来？有多少老伙计正被身边那些负能量的烂事折磨的天天吃降压药，整宿睡不着觉。你要是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番话真能帮到人，真能让人心里亮堂一点，你就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然后把它转给你身边那些正在受委屈需要开解的老伙计和家里人。我告诉你们，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随手转发了一下，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你的一句提醒，一个转发，可能就让一个老姐姐顿悟了，少流了一辈子的眼泪，可能让一个老哥哥从此硬气起来，免了一场憋出来的重病，甚至可能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安宁，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佛法讲得很清楚，救人于水火，拉人出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就是真正的行善，这就是在给你自己、给你的子孙后代积攒最坚实的福报。另外，大家都知道，文字是有力量的，咱们人的念头是有巨大磁场的。今天咱们天南海北这么多有缘人聚在这里，千万人的善念一旦汇聚到一起，那个能量场的威力大得不可思议，能破除世间一切灾厄。所以我希望诸位听完这堂课都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一句善言，你就在评论区里敲上一句愿无缘退散，善果自来，或者简简单单写一句随喜赞叹。你想想看，当无数个清净的念头在评论区里滚动起来，这就如同几万人同时在一起为你祈福一样。你写下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丝善念，最后都会化作最清净的福报，
全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